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重庆奉节。大家看这个画面中是不是非常不错？它这里是一个天坑，天坑底下居住了几十户人家，有点像我们常说的世外桃源。然后在这个天坑里部呢，还有一个夔门。我们前2天去了三峡的起点白帝城瞿塘峡那里看了一个夔门，就是我们说的10块钱的那个背景图案了。那个地方非常惊险，那里被称为水夔门。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两山夹着一座门呢，它是叫做汉夔门，一汉一水都是在奉节，只不过隔了几十公里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这个天坑底部看一看世外桃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看看他们几十户人家现在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，顺便呢找一下当地的村民，了解一下这个天坑的历史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在天坑的顶部啊，要走上去。一进入天坑的入口，就看到这里好多户人家。那么有些人家呢，其实明显能看得出来，他们的房子啊，还是我们常说的那种黄泥土砖造成的。当然，也有我们说新盖的那种房子，但是相对来讲比较少。说句简单一点，像这种天坑，以前生活是非常不方便的，物资进来也不方便，只是说现在开发成景区，那么慢慢的改善了。你像以前这种砖结构的房子，像水泥还有那种砖，它运送不进来，就算想运送进去，成本也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划不来。现在我们就准备下去了。它现在这里修的是栈道，如果没有栈道的话，还是比较难走的。而且明显这个地方呢，以前应该是梯田，这里的梯田全部是用石头接起来的。一般山区里面都是这样的，防止水土流失，防止泥土倒塌嘛。那以前它这里不知道种的水稻还是属于说苞米，但是我感觉啊，在很多山区里面，水稻的话可能种的少，因为水没有吧，所以他们可能种的玉米占多数。这种传统的房子大家见过没有？房子旁边有个菜园子，它这里叫原乡织坊，那是不是它有一些手工织布的？因为在很多山区里面有手工织布。各种手工艺品都有，但是现在关门了，可能看不到。但是我估计是菜园子、房间，然后出来呢，就是农田、农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。可能缺少了什么？鸡鸭。如果说这个全部打造在一起，那就是很典型的田园生活。像红薯叶的，好像是，全部晒干了。红薯叶的，不知道用来干嘛的。然后这个墙壁呢，都是那种我们说的黄泥土，就在几十年前这个地方房屋估计建造的全部是这样的，黄泥土、黄泥砖，或者是木头建造的。我估计木头都很少，为什么？它这里属于一个天坑底部，那么呢，基本是没有木头的，只能说靠一些黄泥。那黄泥呢，基本都是在现场打造，然后晒干。这样建的。黄泥砖有2种，一种是属于夯土形式的，就跟建明长城一样的，然后另外一种是一块一块的砖累积起来的。现在这些地方都打造成景区，是收门票的，所以里面有很多好玩的，像这个吊篮，在这里如果说晚上吃完晚饭或者吃完中午饭，在这里休息一下还是可以的，躺在这里，是不是看着远方，那都是悬崖绝壁啊。特别这个地方夏天避暑是非常方便的，冬天没有太阳晒的话，可能还有凉凉的。包括现在这个山沟里面可能也就是6、7度，所以大家要穿厚一点。空气是非常好啊。然后现在因为是快到中午了，马上就即将炊烟升起来了，就是一种美好的田园画卷。所以说，经常说走到这种大的山谷里面、天坑里面。其实呢，相当于就是世外桃源，但是反过来说啊，在很早以前呢，也算是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因为基本上是没有路。在这种山区里面，我们说有织布的，其实还有其他的作坊，像我们这里呢，就是磨坊。他这里以前可能住的人比较多，那么我们说的豆腐，他们不可能出去买了，可能就在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个磨豆腐的。这里呢就有很多，但是现在由于啊，不知道可能展示的还是其他的，磨不动，很重的。豆腐大家都非常喜欢吃了，
我也挺喜欢吃的。豆腐的做法有很多种，原乡磨坊。那么以前呢，这里就是原住民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劳动。你像做豆腐的，还有弄那豆腐皮的，可能都是在这个地方。其实弄豆腐，大家觉得豆腐很好吃，但是呢，要起早贪黑，早上很早就起来了。可能我记得以前我们老家那边有人做豆腐、做豆皮的，可能3、4点钟起来了，因为一大早6点钟，他可能就要出门挑着豆腐去卖。他这里也是一样的，豆腐制作出来了，那就挑到整个村子里面吆喝卖豆腐，就这样的。这个大家见过吧？一般是用这个东西碾东西的，碾碎的。以前的话，经常看电视上有一个驴在那里拉，那人呢也是可以推着走的，但人推着比较辛苦嘛，就这样的转来转去。人呢一直转的话，头都会晕。这个东西在哪里见的最多啊？我感觉是在北方，特别陕北，因为陕北很多人吃面嘛，他那个种的东西啊都是弄成面啊，弄成粉，所以呢就经常用这个东西拉，特别是那些苞米啊、小麦啊等等，很多时候他们以前可能就用这个拉的。出门去干活还是去买东西啊？干活。干活是吧？冬天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活可以干呢？在割草嘛。哦，割草是吧？那你们在这里生活多少年？我们在这儿是好几十年。啊，就一直在这里生活？就是一直在这里生活。那以前没成景区的话，怎么出去啊？从哪里啊？走那个搬到那个挨跟这个路能上去吗？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发的？这儿开发，这去年才开发，我这个公路修了好多年的。啊，公路修了好多年。自己修的。现在这里有多少户人家？把那户头有30-40户，40几户。现在人住这的不是好多人。就是户口还是挺多的，但是实际住的人没多少。最多的时候，这里有多少个户口啊？人呢？200多。哇，那算是一个很大的。整个这个地方存在就住人有多少年了？几百年有吧？那几百年了，怕上千年了。啊，上千年一直有人在这里住。你们这个楼能装多少种东西啊？装得到装红烧和那个土豆的话，要装60-70斤。60-70斤。能不能给我背一下？这个就是背篓。他们当地的像这位阿姨，他们可能就是背东西用这个背土豆、背红薯。你们主要是种这些吧？种这些，还有玉米。玉米都是靠这个背。都是靠这个背。哇，这个背起来挺重的。挺重的。其实这个主要可能就在山区里面有，像湖北、湖南、贵州，反正我们江西那边是没有这样的，都是靠肩膀挑着的。看看他们都是背着的篓出去干活，这个相当于叫背篓吧，上面宽下面小，可能他们这个就是跟承重力有关系。如果下面大上面小的话，那就背不动了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，刚刚这位阿姨他们说能够载重60-70斤呢，很重啊。你像我们如果说背60-70斤出去，那是非常困难的，可能背不动。哎，那个像他们房顶有很多烟是干嘛的？它里头可能在熏腊肉嘛。啊，熏腊肉是吧？等一下去看一下。我就说那里全部是浓烟的。那你们现在每家每户都弄腊肉吧？我们的猪还没杀嘛。还没杀一般养了多少头？我们现在把田租出给他，只养得到1-2头了。听说你们这边的腊肉是非常不错啊。非常。大家看到眼前那个房子，屋顶上全是烟，大家猜干嘛的？我刚才问了这位阿姨，他们说这里全是属于在熏腊肉，农村熏腊肉的场景，我们去看看。很壮观的，整个房子都像水蒸气一样的。那么其实他们里面可能熏了很多腊肉。站在这个地方，真的有点像甘南的扎卡纳，斜着过去，然后那里呢有一个大的门，2山绝壁树立这个门。下面这里呢，听说到时候会种花。以前这里梯田是种植苞米，但现在由于开发成景区了，到春天或者夏天就有很多花在这里。现在我们来这里看一下，是不是有熏腊肉的？其实这些房子大家看到没有，全是属于泥土的，那么就是以前的房子。哇，这里好浓的烟味啊！估计熏腊肉应该熏了很多。这里相当于一个小的四合院形式的，熏腊肉不知道是不是在里面啊？我们去看看。柴火的味道，应该是这边吧。找到这个大哥，我来看看熏腊肉的情况，在这里是吧？
这个就是腊肠，大家见过这么多香肠没有？应该叫腊肠。现在我们去看看腊肉。哦，大家见过这么多腊肉没有？它这个要熏多久啊？这个，开头要经常把它水去抗干的，这个熏不好久就干的。啊，要1个礼拜吧？啊，要1个礼拜。好啊，这个腊肉看起来真的不错。你们这个腊肉是自己吃还是卖呀？自己吃。自己吃是吧？这里有多少？有几头猪啊？这儿我们在3街坝看的。看起来是非常不错啊！这里有几百斤哦。啊，这儿有500多斤。500多斤。嗯。那基本上一直都要守在这里。那是要守在这里，那你不能走。不能走，因为我刚刚是在外面，我看你这个房子好多烟，我猜想可能是不是在弄腊肉。哦，我没去，刚才弄的白纸熏完。那到时候如果吃的话，还要清洗一遍吧？哦哟，那你还烧？啊，还要烧，还洗，那洗好多道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熏腊肉那个烟是怎么起来的。啊，就是这种应该算是那个，哎，这个叫什么树啊？柏树的那个叶子啊。跌在上面就会出现浓烟，那么可能腊肉很多我们说的重的烟熏味就是靠这个入进去的，入味的。对，这个味道就是可以把它熏到腊肉里面去了。看到没有，烟就开始起来了。它这个是湿的，不是干的，湿的才有这么浓浓的烟。就整个房顶上啊就能看到浓烟滚滚。那么整个肉呢，这个烟味就进去了。你看这个烟嘛。啊，对，这个烟漂亮。你每天都要烧好多这个吧？啊，每天烧点儿。吃腊肉，今天第一次见到腊肉是这么熏的，这个味道是这么来的，大家了解了吧？这个就是老百姓的智慧。我们刚刚看了那个熏腊的过程，那位爷爷说他这个房子啊。住了13代人，也就是说200多年老房子，大家看看是不是与众不同啊？全是用黄泥制作的。以前嘛，这里不方便，只能看到这样的。那么我们说的地主的房子，在有些是木头的，有些是砖木结构的。那么黄泥土的房子有没有见过？因为刚才一进来我就感觉有点像四合院，结果呢，果真就是以前的地主居住的。那么200多年前，那就是从清朝开始，这个房子就存在了。所以整个村落啊有很多这样泥土的房子，那么也是代表着文化，代表着历史。刚才我们一开始路上问的那位阿姨，她说这个村落大概有上千年，因为单单我们看到清朝的房子都有，那么还能往前推，估计真的有那么久。基本上农村都是这样的生活，坐在自己家门口端个碗吃饭，我也特别喜欢。然后打个比方说，我现在是邻居，我就站在这个院子里面跟他们主人在这里聊天，因为农村嘛，邻居都认识的，所以呢，大家都会经常在一起。有这样一句话嘛，远亲不如近邻，有什么事邻居都能帮上忙。打个比方说，他当年建这个房子30-40年前，你像这种黄泥土的房子，很厚的，大概有30公分，你靠他自己弄的话，基本上不知道弄到猴年马月。农村建房子基本都是邻居一起帮忙，今天你帮我，明天我帮你，都是这样相互的。桃花坞这里应该是修了一个小酒馆吧，酒瓶，现在进去看看。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这个也是一些传统的房子，只不过呢，现在经过改建，应该说是民宿吧。开门了没有？哦，锁住了，可能是。哇，这个小酒馆，好像现在还没到点，没开门，锁住了。不知道是因为现在特殊情况呢，还是说没到点。但这个房子是经过改装的，在这里拿杯酒，就跟在酒吧一样的，还是挺好的。大家喝不喝酒？你不喝酒啊？场面壮观吧？这个烟雾呢，一直现在准备进入到山谷里面去。它这个烟
跟我们可能它的雾啊，跟空气密度不一样，所以一直到了山谷里面。前面看到那个就是汉夔门，是由2处如刀削般的600米绝壁构成，两山之间形成一道400米宽的天然大石门。这个不知道存在多少年了，险峻呢堪比长江三峡之首的夔门，就是水夔门。夔门后面呢还有东西，听说是一个3公里长的迷宫河，因为很多人进去啊会迷路，所以呢叫做迷宫河。我就不进去了，因为距离比较远，就不走过去了。那这里说夔门就表示这里惊险，然后后面呢又是迷宫。那当时村民居住在这个地方，相当于是隐居，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世外桃源？很多时候人们把这个地方比作小扎尕那，所以呢天坑底下居住了几十户人家，世外桃源就是这个样子。